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聊 iPhone 到底需不需要每天关机，或者是多久需要关机一次。那今天我会拍这部影片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之前我拍了一部影片，教大家怎样一次开启你全部的闹钟。那在下面呢，我发现有不止一个人就有问说，可不可以设定 iPhone 它在关机的时候闹钟还是可以响？我才发现呢，原来有不少人他们是每天都会把他们的 iPhone 关机睡觉的。我觉得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有趣，因为我曾经也是有这样子一段时期，就是不是使用 iPhone， 可是我会关机然后睡觉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聊你的 iPhone 啊，或者是智慧型手机多久需要关机一次，或者是每天关机到底有没有必要。首先呢，针对有几个人他们有问说，就是 iPhone 它可不可以关机，然后闹钟还响。非常可惜的就是 iPhone 它完全做不到这一件事情。那我其实对这个功能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以前用的 HTC 手机，它就是可以关机，然后还是可以开闹钟。现在想起来呢，这个功能真的还蛮不可思议的，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做到。那个时候呢，手机需要每天关机，好像是因为重开会让手机跑得比较顺，然后也顺便省电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关机开闹钟的功能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因为现代的手机，尤其是 iPhone， 它在记忆体控管的部分相当的优秀，完全不用你刻意的关闭你背景的 App 啊，或是重新开机来释放它的暂存记忆体。而且今天呢，不管你用的是 iPhone 或者是 Android， 如果你每天将手机一直开关机的话，其实并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哦，反而会更耗电，而且造成你的快闪记忆体的部分呢提早老化，那对手机来说也是一个负担。原因就是因为你每一次重新开机的时候，它都必须要再载入一次系统，然后去读取非常多的数据。那在关机的过程呢，它也要忙着清理它的暂存垃圾啊，或者背景程式。所以不管是开关机，都会让你的手机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。那相对呢，它的电力消耗也会比平常执行的还要更多。那如果你今天担心的是你睡觉的时候它会掉电量的话呢，你可以开启飞航模式。开启飞航模式的方式呢，就是从控制中心这边由右上往下滑。这里面呢有一个飞机的图案，这个就是飞航模式。当你打开飞航模式的时候，它就会关闭你的行动数据还有 WiFi。当然前提就是你没有什么紧急的电话需要接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可以省电。所以到底在怎样的情况下 iPhone 需要关机呢？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当你的 iPhone 电量极低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呢，锂电池它电量太低的话会造成伤害。所以如果你电量真的低到一个不行，例如说5%以下的话呢，就建议你先关机，避免伤害到它的电池。再来第二个 iPhone 需要开关机的情况呢，就是当你觉得手机用起来卡卡不顺的时候，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你手机已经有一定的年龄，例如说你现在还在用 iPhone 6啊 iPhone 7，那因为它很多 App 可能并不是最新相容的版本，所以如果你用起来卡卡的话呢，可能重新开关机会有所帮助。不过在最新的 iPhone 上面呢，可能就会比较少遇到这种情况，除非你今天是宕机。那这就要讲到第三个情况了，就是如果你今天 iPhone 它功能不正常或宕机的话呢，也可能会需要开关机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就是你今天更新失败的话呢，你可能要进到另外一个恢复模式。那恢复模式跟开关机是不一样的，我在另外一部影片有讲过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这边。它进入恢复模式呢，它的指令会比较多一点，而且比较复杂。那一般人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遇到这种情况，除非你今天是很特殊的情况，就是你开关机也修复不了你的问题的话呢，就可以考虑恢复模式。那最后一个 iPhone 会开关机的情况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在 iOS 更新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执行开关机，而且开关会不止一次。那这时候呢，可能大家要耐心等待，避免你手动去开关机影响到你的更新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很快的来跟大家讨论 iPhone 有没有必要关机的这件事情。那如果你还是觉得你每天都需要关机的话呢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理由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